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命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举球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举球，是不是等很久啦？好，那其实我早就已经准备好要拍举球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就是在这里。然后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我一直把它写在后面，然后但是还没有找到时间可以来拍举球。好，那这边写的就是举球 setter。但我们平常除了听到举球之外，你们还有听过什么呢？你们有没有听过高手、上手、托球或是 toss 这些其他的名称？那他们其实指的都是高手。今天的重点会着重在站姿举球，也就是站举。之后还会再跟大家介绍跳举啊，或是开网举球，或者是举背，就是背举。那如果说对高手还不熟的话，可以来这边看一下我基础篇的高手，这样子就可以从最基础开始学习。但是在以前老一辈的教练们，他们都会说高手叫做 toss， 就是这个，他们都叫这个叫 toss， 就是类似 sub 啊。那这些名词就是我们从日本那边借用过来的。一开始在排球传进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些排球用语就跟着流进来，所以可能遇到一些老教练都很常会听到什么 toss、sub 或是 ship 之类的这些平常会听不懂的名词。那我们就开始站姿举球咯。今天的重点主要分成3个：上肢、下肢还有核心。那为什么会分成这3个呢？那其实排球大部分的动作都是细分成这3个部分，然后再把它们组合起来。我把它分成这3个部分之后，可以让大家更容易去抓到那个感觉。那我们就先来讲上肢动作。上肢动作。在站举这个动作里面，上肢有很多地方都要做事，像是手指、手腕、手肘，这3个是最主要做事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想象举球这个动作就像是一个弹簧，我们就是把球接到之后弹出去，接到之后弹出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说，手肘就是我们上肢的最大弹簧。但是我们在高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会要求那个细腻程度，所以我们的手肘并不会有太大的弯曲，建议手肘是可以微弯就好。因为弯太多的话，当你举球出去的力量太大，你反而会不好控制那个角度，还有那个就是举球的距离。那在上肢就是举球的好坏，我们会很要求手腕的动作。我们的手腕要轻松，要有弹性。我们主要是用手腕去控制这个托球，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弹簧。然后当我们在碰到球的时候，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要把球送出去的时候，它要一个很迅速的把它丢出去。那最后我们的手指就是跟之前说的一样，要保持有韧性。我们的手指就像是一个接触球的面，所以我们的弹簧在作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手指塌陷。因为我们手指一塌陷的话，就等于是把球吸进来了，然后再把它丢出去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手指要保持韧性。再有另外一个小观念要跟大家说，因为很多攻击手会看举球员的动作去判断说他们的助跑时机。我之前在助跑这边有跟大家讲过，所以有很多人会问说，到底举球要不要吸球，有没有吸球这个动作？那如果说你的手指够硬的话，手腕够轻松，很轻松的把球弹出去的话，通常不太会有吸球这个问题。所以你的攻击手也就可以更好判断他们的助跑时机，这样也可以更容易去增进举球员还有攻击手之间的默契。然后手指保持韧性之后，我们要形成这个三角形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我们要这个三角形去包覆这颗球，像这样子。我们要用这个三角形去包覆这颗球，把球拖出去，像这样。在碰到球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指去包覆这颗球，手腕跟手肘轻松的把球弹出去，这样就是站举的上肢动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示范影片。在举球的时候，上肢动作我们会注意到手肘微弯，然后手腕放松，然后手指保持韧性，手腕跟手肘轻松的把球弹出去。下肢动作。在排球的所有动作，我们都很要求下肢要稳定，不管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。
那在站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可能接发球的时候把球接到这里，那我们在跑到定位之后，我们要先站出我们的前后脚，然后让自己的身体、让自己的下半身稳定了之后，然后才举出手的动作，然后拖出去。所以说下肢也是很重要的，下肢是整个人的地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下肢开始做起。那下肢的技巧就是跑到定位之后，站出前后脚，然后双膝微弯。那它就是跟刚刚手肘的大弹簧一样，它也就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弹簧。但是举球这个动作跟平常的高手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举球举出去之后要有更好的到位率。到位率就是指的就是有没有办法把球举到攻击手想要的击球点。对，我们要更好的精准度，所以大弹簧我们都会把它的动作变小，像是膝盖跟手肘。当这些大弹簧的动作变小的时候，我们的力量控制就是手腕，所以我们的这些大弹簧的动作都是比较小的。但虽然说下肢的动作比较小，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有稳定的下肢，也就是稳定的地基，所以这个前后脚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示范影片。在找到球的定位的时候，我们站出我们的前后脚，然后双膝微弯。在高手拖球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膝盖伸直，向地面借力，连贯上下肢的动作把球一起推出去。3. 核心动作。在核心我们要注意的东西是，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腹背收紧、夹紧。我们在站举的时候，像手腕啊、手肘、膝盖这些大弹簧、小弹簧，他们一定要有东西可以去支撑他们，之后才可以把球拖出去。所以下肢的立足点就是地面，可是我们上肢没有这个立足点，我们上肢的立足点就是我们的核心，所以核心在站举中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下肢扎稳之后，我们要有稳定的核心，才可以把下肢的力量传到上肢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让上肢可以更稳定的发力。如果说我们没有稳定的核心的话，我们上肢拖出去，可是我们身体往后退，这样球就拖不远。所以核心就是上肢的立足点。我们来看一下示范影片。当我们在举球的时候，我们要收紧我们的腹背核心，然后让核心垂直于地面，保持稳定。在拖球的时候做好上肢的立足点，还有传导下肢的力量，这就是核心要做的事情。好，以上3点讲完了，其实没有很难，只是有很多的小细节跟小观念。我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在举球的时候，我们一些大弹簧，我们都会让它的动作变小。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提升举球的精准度，就是让触球面积变小。像我们之前拖球的时候，我们会让整个手掌都碰到球。只要你有一个手指突然变得很僵硬，或者是什么手汗太多之类的，那这样子这个拖球的角度，这个拖球的误差就会变大。所以我们除了把动作变小之外，我们可以让接触面积变小，然后接触面积变小，我们的误差也会变小。那怎么样把接触面积变小呢？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从整只手都吃到球，变成只有手指，只有这些指节去碰到球。甚至是只有手指头去碰到球，就是用这样子让接触面积变小的方式去压低举球的误差。举球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位置哦，因为举球这个动作会要求很细致的动作，他们不管是要求到位率，要求球的节奏、速度，再来他们还要去想在场上要怎么样搭配战术，所以举球这个位置才会被大家说是在球场上的司令台。因为他们要做的东西很多，就是要细致度、要精准度，然后要有战略性，所以他们在场上要动脑又要动身体，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位置，还不赶快去膜拜一下你们队上的举球员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再复习一下。刚刚上次有提到，我们手肘是大弹簧，可是动作要变小，就是手肘微弯就好。然后我们的手腕是小弹簧，因为我们要求精准度，所以我们是用手腕，我们主要是用手腕去控制这颗球拖出去的角度跟方向，还有力量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手指要保持韧性，手指是要很扎实的去接触到球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韧性，不能被球击败。如果被球击败，就会吞掉，然后之后打到自己的脸。大家不想要这样吧？好，所以就是我们手指要保持韧性，
然后再就是三角形。那我们用这个三角形去形成我们托球、举球的手型。然后再来是下肢动作，然后下肢动作我们提到就是先跑到接发球的位置，之后做出前后脚，然后膝盖微弯。但是因为膝盖也是大弹簧，所以我们的动作也是要变小，那它就是稍微弯就好。然后在高手触球的时候，把膝盖伸直，然后向地板借力，然后把下肢的力量传导到上肢去。然后核心动作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地板是下肢的立足点，那核心就是上肢的立足点。所以我们要有稳定的核心，然后在我们托球的时候，我们的核心要垂直于地面。然后你有稳定的核心之后，你的上肢就可以有好的立足点去做发力的动作，然后也可以让下肢的力量更完整的传导到球。以上就是整个站举的动作还有复习。那在最后结束之前，不枉先跟大家说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追踪我的 IG， 还有点赞脸书粉丝团哦。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会做中文字幕，然后那我也会希望说可以更推广这些影片，就是在这边就是想要征求有时间有意愿的人可以来帮助我，帮我把影片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。那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寄信给我，然后我都会把资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好，没了，录完了。啊！